绝对不要用一种负反馈循环，每天把自己咔嚓没了，各种新的可能性咔嚓没了。我今天要不要吃一顿新的饭？我今天要不要看一些新的什么书或者新的什么内容？我今天要不要甚至走一条新的路线？我看一点新的风景。我今天不要从原来路线回家，我走一条新路回家，我看一看有什么。我以前从来没从那边拐弯抹角回过家，我看看那边到底有什么，有什么新的店，那个店为什么排队排这么久，我就看一看，跟老板聊两句，为什么你这么牛Hello，这2天都比较晚，聊点交易之外的事情。行情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就看我每天的更新吧，然后我觉得数据的表述要比人的语言的表达要更贴合的多得多，然后大家看数据可以更好的一个理解现在行情到底是进入怎样的动态。那么，看一下有什么专门可以讲的。今天想聊一聊关于这个知行关系的内容。因为这部分我觉得对很多人，做交易做到一定阶段，他早晚要遇见这个话题，所以，我想今天可以聊聊这部分，也是作为，战争期间，我的一点深夜的思考吧，然后，为我以后我回顾这段时间，我自己找出来，我可以自己听一听啊，我现在到底是怎样去认识这个问题的。知与行这个，尤其是很多受这个国内的阳明心学呀，受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知行合一。嗯，知行合一当然在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解上，认为这是一个最圆满的状态。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世界上很多的文明，不以知行合一为标准，甚至以知行故意不合一为标准。难以理解吧？而且往往，故意追求知行不合一的文明和民族和个人，常常会表现出很神奇的状态。典型的就比如，很多年前，应该是前年或者去年，我的 Space 有聊过一点关于，斯宾格勒的历史4周期，春夏秋冬4周期。包括你们看中国自己的王朝更迭，你们自己也会感受到啊，基本上270来年，这就是一个王朝的快要进入末尾了。基本上从它的春天战斗力爆棚啊，各方面政治也比较清明啊，到中期盛夏啊，各方面财政也比较上升，然后战斗力也在上升，各方面它的这个军力与财政人事关系之间达到一个很好的均衡，然后到秋天。各方面所谓的开始走下坡路，然后到冬天最后一泡污，所有的事情各种崩坏，财政崩坏、人事崩坏、各种崩坏，你们从中国的历史周期中，也能感受到这种东西的存在啊，包括就是，黄仁宇呀，然后还有各种所谓的提出的历史大周期啊，各种你们都能看到这样的东西的存在。那事实上，嗯，你从文明和文化更宽广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的话，春夏秋冬依然存在。那么，知行合一，事实上，知与行之间的关系恰好就可以，把这个春夏秋冬的4个象限啊，包括王朝的4个象限，包括个人的4个象限，包括一个更大的文化跟历史周期的4象限，包括我们做交易中的4个象限，你都可以把它套用在知与行之间的关系里。你可以通过我们认知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能够理解到底我们大致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大致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所以，呃，一般来说呢，比如说把它分为4个象限，横轴是我们的知识水平认知水平，纵轴是我们的行动跟实践程度。那第一象限就是所谓的我们的知与行合一的阶段，这也是所谓的明朝的心学王阳明，还有宋朝的陆九渊他们开创的心学就推崇于要走向这个认知与这个行动的合一啊，这个也是很多国内可能有一些人读历史读这个古代的儒家呀，可能他们又是开始推崇这一套。他们会觉得知行合一是一个更好的状态。那事实上，我不说什么更好，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是这世界上有相当多的优秀的文明不是以这个为追求，而且他们因为不追求知行合一，反而走向了一种神奇的状态。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他们的春夏保持的时间会比我们中国追求知行合一的这样春夏保持的时间要长得多得多得多。
举个例子，很多人以为可能是觉得为什么欧美世界言必称罗马然后觉得罗马跟汉朝相比也不算什么。然后跟中国的什么什么朝相比也不算什么，是可以这样去讲你可以去从各种角度，包括甚至国内现在还流传了什么唯史论者，我希望这样的人不要成为我的粉丝如果是的话，赶紧取关。呃，就是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学派，但事实上，如果说你真的从一个更大的一个历史角度，会发现是罗马跟我们汉朝的时候，那个时候相当于是东西方的两个翘楚都很厉害。但是你会发现汉朝已经很长寿了汉朝前后两汉各200多年，合起来接近大汉400多年了，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王朝，它的稳定性非常的好。但是事实上中间刘秀这一段已经算是断了所以从东汉应该另算但是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整体的合一的吧。如果说刘备再赢了的话，那就是三造大汉，那就更无敌了。如果再延续200年，那就600多年。但是即便算上三造大汉，假如说刘备也赢了的话，三造大汉的话，最后整个的这个时间仍然还不到罗马帝国延续的一半。罗马延续了接近1300-1400年是非常离谱的这个长度，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独一份当然就是我们排除这个日本的天皇制度天皇制度那这接近2000多年天皇制度也很有意思，也是因为他们在执行上不追求合一，这个以后我再跟你们展开讲为什么。而罗马帝国包括后面的大英帝国，你们可以看见大英帝国事实上，英王朝大英帝国事实上在17世纪的时候，按照正常的王朝秩序论，按照他们正常的这个文化的走向，其实也应该接近于死亡了。你们如果那个时候读那个牛顿的手稿，牛顿的手稿现在拍卖到那个正好是哈耶克拥有牛顿的手稿，哈耶克恰好也是新一轮周期的开创者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宿命挺有意思的哈耶克正好拿了这个刘备的牛顿的手稿拿了牛顿的手稿，然后他在研究牛顿的手稿的时候，就有很多神奇的发现。因为就是我们知道，到一个包括古希腊呀，你们可以看到古希腊到了他们这个文明的中后期的时候，都是同性恋泛滥，然后人各种滥交，然后不尊重家庭，不尊重邻舍之间的互帮互助，然后对人完全冷漠，对未来没有盼望，然后平时陷于懒惰，然后同时天天怀旧。然后每天习惯于享乐，不追求去勤奋的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也不去追求在某些层面上更高的这些，这就是希腊的最后衰落的典型的文化状态。事实上，人类所有的文明，包括王朝，到了末期都差不多，都类似，都差不多，都类似。所以你们会发现，呃，怎么说呢？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事实上在牛顿的那个时代，他当时在剑桥大学他所写的手稿，不管是在观察牛顿大学，剑桥大学，还是在观察整个英国的，后来他成为皇家铸币厂厂长之后，然后整个观察整个英国的社会的当时，都已经早早的就陷入希腊的这种堕落的状态了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哎，但是很奇怪的是，而且那个时候大英已经在世界上拓展的这个地盘已经很大了，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已经该进入一个王朝的末期，走下坡路了。但是英国这时候开始出现了属灵复兴这个你们中国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词这个属灵复兴出现了属灵复兴，然后出现了 Whitefield 出现了这个怀特菲尔德和约翰卫斯理张卫斯理。就是一下出现这么两个人物，然后直接就是把整个所有的那种，因为人对现实社会对自己所做的工作的较真，很大程度上先是来自于他超我上的较真。他超我上如果不较真，他在本我跟自我层面也很难较真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忽然就是冒出来这么两个很神奇的一个属灵复兴的两个关键的人物所谓的当时的复兴牧师吧。他们就是没有走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这种国教的这种复兴路线，而是走向了乡村，走向了乡土，走向了矿工，走向了矿洞像那些专门就是对生活完全失去盼望，然后满脸全都是黑炭，然后每天拿着几先令的薪水，然后食不果腹，一点生活极度悲惨的人，向他们去宣教，掀起他们对信仰的热情。然后这些人在历史上手稿上记载。
就是从那个煤矿洞里面刚刚钻出来，整个脸全是黑炭的情况下，他们听到了他们的讲道，然后整个眼睛留下了2行白色的泪痕，这个非常的生动啊，我看过这个手稿，很有意思。然后就是一下子冒出来这样的一个人，然后结果他们从乡间、从地头、从矿工里面带出来一大批对生活完全麻木的一群人，重新走向了狂热，走向了复兴，走向了行动。成为了一群行动派，然后他们开始认真的对待自己手前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认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神圣的意义，认为自己所做的挖洞、挖矿、挖煤本身不是单纯的为了糊口，而是这件事情是意味着是 calling，是呼召，让他们的工作与他们的信仰就是直接产生了合一跟共鸣，然后结果就是你们包括看到了那一波啊，甚至还有那个John Wesley 在那个船上还碰见了这个摩拉维亚兄弟会。摩拉维亚兄弟会是从这个德国的长老会里面出来的一帮人啊，德国当年的信仰更离谱。你们可以看到，如果你们读这个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很夸张的状态，就是摩拉维亚兄弟会的这帮宣教士，为了去让黑人得到救赎，他们会把自己变卖为奴隶。他们是白人，把自己变卖为奴隶，就是为了跟黑人兄弟们在一起，跟他们一起受苦，跟他们一起被卖来卖去，然后让他们在生活中重新拥有信仰的盼望。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一种状态啊。然后，呃，结果那个张威斯利去美国的路上，然后就碰见了这个摩拉维亚兄弟会的这么一帮人，他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当时正好那个船出现了非常大的风浪，差点这个船翻了。那个时候的航海技术还没有现在这么好，他非常的恐惧啊。他其实已经算是信仰很好的人了，但是他碰见一群摩拉维亚兄弟会的人，这帮人敢把自己变卖为奴隶。结果他们在船上一点都不害怕，一点都不害怕，就是完全的平静，那种平静，属灵的平静，让张威斯利非常的，他觉得他在世界上看不见这种人，然后他觉得他一定要向他们求得真经，然后就向他们学习，看他们到底有什么。最后就发现呢，他跟他们一样都是所谓的保守的基督徒，但是他发现他跟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同的一点，就是，摩拉维亚兄弟会的人非常强调盼望，非常强调盼望。他们强调盼望意味着什么？你们就是中国历史传统的人可能不太理解这个，就是中国的儒家传统非常强调的是向内求，以及求圆满，以及求知行合一，以及你问他们士大夫真正的追求是什么？是修身治国平天下。你们注意这几个字：修身、治国、平天下，都是负反馈，都是负反馈循环，都意味着我现在做的不够圆满，我要修正。修身，什么叫修身？我现在不够圆满，我要把它修成对的。然后平天下意味着世界上这个天下总有刺儿头出来，我要把这个刺儿头给平掉。这全都是就是中国士大夫的理想，全都是负反馈循环体系。你注意到了吗？就意味着这世界上中国的文化体系是这世界上，或者是不管是这个世界上你所能管控的，还是你自己冒出来的任何的新鲜的念头，冒出来的任何的新的因素，冒出来的新的正反馈循环都是错的，都有问题。都应该用儒家的观念把它给平掉，把它给修掉。就是因为整个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齐家是家里面有不安定因素。什么叫不安定因素？本质上不就是一个正反馈循环吗？就是出现了新的正反馈循环，它就要用负反馈把它给平掉，把这个枝干上修出来的新的枝叶把它给修掉。所以就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士大夫，一个国家的精英团体跟个人，他们读书，他们读到的认知跟整个国家的文化传统都是负反馈循环系统，都是不停的修正，最后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是所谓的他们天生的认为一套理论就是完美无缺的，不管这一套理论是知行合一，还是内圣外王，还是儒家体系，还是所谓的唐三代，还是所谓的道家或者其他的任何其他理论，你只要认为这套体系是完美无缺的，然后其他任何跟它不对的都是要修正的，你最后这个文明体系一定会快速的进入僵化，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还是文化体系，都会快速的进入僵化，因为你整个所有的你使劲儿的那个行动力，你的那个行动力都用来修树枝了，都用来修正刺儿头了，都用来修正自己身上可能发生的任何新鲜的因素。为了追求所谓的知行合一，你天天在做这样的事情，你的生命力能不枯萎吗？就是你整个人的状态能对吗？
包括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儒家最后出现的这个圣人，所谓的就是，曾国藩啊这样的人，包括什么，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习惯，就是他们会写功过格，他们会在他们的这个本子上画功过格。这个功过格是什么意思？就是天天给自己打分啊，就是我今天什么什么做对了，什么什么做错了，然后做错了我要给个负分，做对了我要加个正分。你可以看到，这本质上就是一套给自己的负反馈循环体系，就是不停的在给自己在很多层面上的加入很多奇奇怪怪的枷锁。这个枷锁难道就一定正确吗？天然正确吗？我先不说那个西方体系就是正确的，我并不认为西方体系就是正确的，但西方体系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永远怀疑自己所相信的体系有问题，包括就是哪怕像基督教这种完全把自己的体系建立在彼岸系统上，也从来不认为自己相信的就是完全就是完美无缺，始终它都会在这中间有空间，而这中间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向心力，就在于中国文化的文化体系始终强调向内求，求圆满，第一向内求，第二求圆满。但是西方文化体系，尤其是基督教文化体系，始终强调的不是向内求，是向上求，是向上求，求更新。一个是向内求，求圆满；一个是向上求，求更新。从来尤其在基督教的文化体系里面产生出来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文化体系是圆满的，从来不认为自己的这个应该是向内求，永远认为自己有差距，永远有敬畏。永远不认为自己是全对的，肯定是，如果他们发现一个完美的人，天生就会怀疑这样的人肯定有问题。就是所以，这两种文化体系从小教导出来的小孩是两种小孩，是两种小孩，一种是往乖宝宝去培养，天生的就用这个孩子真乖来去加了一个隐形的约束，事实上是在他身上加了一个负反馈循环。潜意识里面潜移默化告诉孩子，你越乖越好，也就意味着你越不动越好。越少正反馈循环这种新因素在你身上越好，本质上就是如此。也就是说，你越让我省心越好。这个小事是管孩子，大事就是从国家管所有的个人，管所有的公司。你最好少折腾点新因素啊！你们越平静越听话越好。本质上都是一种乖的规训，本质上都是一种乖的规训。所以就是我去年我可能聊了一点关于这个美国，就是特朗普上任之后，专门强调特朗普的文化传统。就是我很关注，因为特朗普接下来他要影响整个世界的交易体系，整个世界的投资都会受他影响。那我们肯定我们要重点关注这个人，而我恰恰因为我是在基督教文化体系里面深受熏陶的，所以我很理解特朗普这样的他的思想的动态跟他的超我层次在想什么。这个是作为基督教文化体系的人，肯定是我会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为什么？原因在于他的牧师我很了解。他极度相信他的牧师，他的牧师是 Norman Peale 啊，我去年强调过啊，你们有些人可能关注过 Norman Peale 的很多的讲道是非常非常的离谱啊，中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你们感兴趣可以去搜一下他在这个各种领域里面的讲章，或者他的那个，他甚至有80年代出过书进过中国，他甚至有一些个别的讲章变成书进入过中国，但后来在80年代之后，中国很多就把它给禁了，至于为什么禁，你们自己去想，Norman Peale 为什么这么重要？原因在于，我就说一点吧，说一点这种直观上的感觉，就是很多人可能这一生都没有见过像川普这样的80岁的老头，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体系里面诞生不了这样的老头，就是中国的文化体系里面诞生的老头一定是越老所谓的越平静，啊，越老越没有行动力，越老越像乌龟，越老越没有活力，越老越没有生命力。你们很难碰到像川普这样的，越老越精神，越老越有动力，越老越活力，活力十足，如此活力旺盛的一个人，他的文化体系不可能是这种求乖的这种文化体系长出来的，因为这个整个基督教的文化体系在知行体系里面，它是在教你向上求和求更新，向上求和求更新，而这点落实在交易里面特别重要，落实在交易里面特别重要。我为什么要讲？因为，尤其是那个，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说一个文化体系或者一个个人所相信的一点一直在求圆满和向内求，这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就是一旦盈利，他会高度的骄傲，你知道吗？中国的文化体系或者是在中国简中推里面，你有没有看见很多人一旦赚了钱，他的第一反应，他即便不说，但他内心里面有一种隐含的骄傲，他会说他悟道了。你们会看见很多中国的所谓的简中的这些人，他们一旦拿到大结果，他们会
不仅自己悟道，而且还要向别人传道，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就是道本身，这是一种极致的傲慢，这是一种极致的傲慢。就是为什么？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他们是最贴合于圆满的那个人，他们认为他们就是道本身，而这个点我告诉你，已经埋下了未来大亏大输甚至爆仓的这个因素，已经埋在这种精神体系里面了。因为你认为你所得到的结果源自于你知识体系的圆满和你行动的圆满，最终落实到就是你这个人是个圆满无缺的。虽然你不会嘴上这样讲，但是这背后的这个文化传统跟潜意识里面塑造的就是我是那个最贴合道的人，所以我拿到了最大的结果。而这个就会让你后续的动作很快的变形，很快的变形。这就是所谓的斯宾格勒的体系文化体系，从这个秋天快速的进入到冬天，冬天就是进入什么样的阶段？我们的刚才说到，所谓第一象限是认知正确与我们的行动是一致的，然后第二象限知大于行，这个时候就是认知足够高，但是行动跟不上。第三象限就是行动大于知，就是我们的行动远远大于我们的认知。然后第四象限就是我们的认知错误，行动也偏执，然后而且自己陷入高度内耗，陷入高度内耗。那如果我们再把它联系到用知行的这个四象限，再对应到斯宾格勒的春夏秋冬这四个季后，我们再去想呢，那无非就是我们文化或者个人的春天的时候，先是知大于行，先是精神在萌芽，思想在前面啊。首先这个时候文明是刚有意识、刚有观念、刚有信仰、刚有神话。比如说中国的商朝那个时候是刚刚开始有这个意识萌芽，刚刚开始有巫蛊文化，刚刚开始还没有进入后续周朝的绝地天通的阶段，还是与天有各种的通路那个时候呢，就是所谓的理念非常充沛，但是理念的解释力还不够。就是所谓的那个时候，你们可以看见龟甲呀，各种出行之前一定会用这个龟甲来占卜，但是这个龟甲的解释力肯定是非常差的但是那个人的时候也是无限的相信龟甲，因为他们的行动还远远没有到可以检验他们理论的程度所以那个时候是理念非常的充沛，实践不足，先知后行这个时候是春天的状态。等到夏天的时候呢，就是行开始大于知，你的行动力远远大于知这个时候典型的特征就是青春期，一个人的青春期，一个文明的青春期，就是高度的开始向外扩张，高度的开始各种战争帝国开始崛起，城市非常的繁荣，然后力量开始向外迸发这个时候更多就是凭生命力与意志开始行动了这个时候往往也是重武力、重建设、重现实功利，然后比较轻视这个精神上的思辨，往往就是行动凶猛、认知滞后这种就是往往就是力量开始爆发，然后行动跑在了这个思想的前面。等到了秋天的时候，文化的秋天的时候，往往这个就是所谓的成熟理性了，也是一个人所谓的中国文化体系里面诞生的一个人，就是到了30-40岁了，这个时候已经大致上思想比较完备，然后你的各项的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到达一个高峰，然后你认为你这个时候比较圆满，然后这时候往往就觉得认知通透了，时间也到位了，知行高度合一了，这就是很多中国人所向往的一种终极的状态吧。就是这个时候你做什么都是刚刚好整个分寸也拿捏的很到位，说话呀、待人处事啊各方面达到一种圆融的状态。然后等到了冬天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就是僵化物质主义、怀疑主义天天怀疑这个，然后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错的认为跟自己一切都不对然后觉得身边人跟自己都有问题，然后包括也不相信爱，不相信人之间的友情，不相信关怀，不相信所有人跟人之间的羁绊。失去了创造力，然后机械式的重复，这个时候就知与行跑得越来越远，理性开始走向了冰冷跟教条，理性尤其开始教条自己开始迷信一两个非常奇怪的教条然后就是道德上开始偏向越来越虚伪嘴上说的非常的高，但实际上行动非常的差价值彻底崩塌，行动完全走向了野蛮、功利跟机械甚至鸡贼。所以这样的状态就是所谓的，好像看起来认知非常的清醒，但事实上已经没有力气去行动了，你的整个生命力、行动力都已经丧失了，因为你整个的执行彻底走向了彻底对立的阶段，完全的分裂这个就是冬天，所以是文明的解体期，也是个人的彻底的撕裂期所以中国的老年人如果是进入了这种状态的话，是处于一种很惨的状态你们可以看到很多老年的人，尤其是中年很厉害的男人，他们一旦进入了老年，其实他们的内心的内耗是你们很多人想象不到的就是他的行动与他的思维天天在打架根本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形成一个一致向量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按照个人呀，或者按照文明，我们都可以把它按照行动力跟这个
行动力啊和这个知识层面和这个认知层面，他们的相互的关系，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大，然后相应的又有整合，然后又有分离，我们就可以把它分割成春夏秋冬，分割成春夏秋冬，所以就是从知大于行到行大于知，然后到知行合一，最后就开始知行背离。同理，就是我们如果看中国的历史，用更大的尺度去看的话，就是先秦，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百家争鸣，开始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啊。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开始用各种各样的理论检测现实社会啊，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知远远大于行的时代啊，还没有机会用行检测自己的知啊，百家争鸣啊，春天就是先秦，等到汉唐的时候啊，就是中国所谓的整个历史的盛世，这个时候就是行大于知啊，行大于知。也就是帝国扩张的时代，您可以看到汉唐呀这种高度的行动力，包括诗歌呀都非常的不一样，高度的边塞诗，包括你们看汉朝的艺术啊，充满了古朴，以及汉朝的这个文化，他写的那些诗，汉朝诗其实是我非常推荐大家没事可以去读读的，汉诗非常的简朴，但是又非常的有力量，你们就是有感兴趣，我可以以后给你们推荐几本啊，很有意思。然后到了秋天，就是宋朝跟明朝了啊，尤其是从这个赵二，就是赵匡胤后面之后啊，宋朝以后明显就进入了一种所谓的文明成熟，也就是知行合一的阶段，就是宋明理学开始认为自己可以解释一切了啊，同时士大夫也非常相信自己这套理论就是非常的完美，就是非常的完美，可以解释一切，而这个时候恰恰也开始进入了文明开始进入僵化期。整个国家的疆土也开始充斥着，开始向内求，啊，几乎丧失了向外探索的欲望，啊，几乎虽然个别的像朱棣啊，或者有个别的这种有一个短暂的向外追求的这种状态，但这只是个人，整个文明的大致的状态是在向内在走，已经没有失去了向外扩张的欲望。然后等到了冬季呢，就是晚晴，这种可以看到就是完全的僵化啊，完全的衰亡，就知行彻底背离，知行彻底背离。但是如果你们会发现，你们没有去走，如果这个文明的方向跟你这个整个这个超我的方向没有在向内求，向内求，不是在向内求，也不是在求圆满，而是在向上求，求更新。你们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落实到你们的交易中，你们会产生一种，你们如果盈利了，你们会怎样去想？你们不会认为自己悟道了，不会认为自己跟道完全的贴切，不会认为自己就是道的化身。啊，而且就是中国的这种文化会产生出很多，我看前段时间好像还流行什么，很多年前流行的一部剧叫什么《天道》，你们可以看到出现这种什么所谓的丁元英这种人，就是非常的离谱。我看到他说的那些台词，我觉得特别好笑，特别好笑，很多人还把他奉为圭臬。你们不知道，就是这所谓的天道，如果你们真的接近了天道本身的话，意味着自己的生命力就会快速的进入衰亡。就事实上，你们看到丁元英这种行动本身，你看到他这个人的本身越接近于天道，他会越接近于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越接近于老头的状态。就是像特朗普这种人，我不是说特朗普好，我没有认为他任何好，但是我想说，如果你想要让你的生命更长时间的青春永驻，让一个文明更长时间具有行动力，让自己的孩子更长时间充满了生命力，活泼开朗，活跃，是一个人的状态，而不是一个老头的状态的话，那你可以尝试着不要让他那么乖，可以尝试着不要用乖来约束他，可以尝试着不要用修身治国平天下这套东西来框束他。而是让他去所谓的去不停的去追求自己认知的更新，不停的去追求更广阔的世界，不停的追求扩展自己的见识，甚至也可以不停的去追求批判自己的理论，批判自己所认知的世界，可以去批判，只要保持在一定的线。在这个西方的体系里面，尤其像 Norman Peale 所传达给特朗普年轻的时候，特朗普在大理石教会，在纽约的大理石教会，他其实他是精神上受过多次的洗礼，所以他年轻的时候种下了这种超我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种子，就是他从来不会，不停的去向自己内心去不停向自己内心去追求所谓的内心的平静，也不会去追求什么的所谓的道德的圆满，更不会去追求所谓的天道，他不会去搞这些，他追求的就是一些简单的道理，以及在认知上不停的去更新自己新的行动的边界，更新自己认知上新的边界，而自己始终保持一种快乐明亮的状态。
这种东西是 Norman Peale 通过自己的信仰体系传达给他的所以而 Norman Peale 他所传达的这个信仰体系跟他的这个理论体系是来自于整个西方文明的根基整个西方文明的根基，西方文明的根基就是在于罗马为什么能延续那么多年，源自于罗马的后期被基督教更新之后，他始终陷入一种我不认为我的整个国家理论体系是正确的，始终在批判，所以他们的知上始终是在更新，没有像宋明理学一样始终认为自己这一套是圆满的，没有就是始终认为自己的这套理论有问题要更新，也始终认为人是罪人，人始终有缺陷，人不可能圆满。所以一个人就是在西方的文化体系里面，当一个人说自己是圆满的，天生就是所有人都开始怀疑这个人，你就不可能圆满当然，现在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中国受西方的文化影响比较深，现在中国现在也开始流行这样的话术，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圆满。但是在中国的传统的文化里面，是认为人可以圆满的，就是所谓的圣人，而人追求的恰恰就是圣人。而基督教世界天生就不认为人可以向圣人有任何靠拢的可能，你永远是罪人。这个也是所谓的，我们看到就是国内最近还流传了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在西方给那个法医当下手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说那个美国什么什么搞什么糖霜苹果呀什么的我忘记这个人了，这个名字我忘了。是有一些人跟我讲了这个人，我大致了解了一下，就很有意思他因为有一段时间，他专门批判了整个西方的基督教的这个根本，我觉得很有意思中国的其实留学生他能够批判到这一层，其实是好事儿。但是他其实看不到的是更有意思的一层是，这两方面文明代表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一个，因为他们始终这个文明给你这个知给你带来形的那个向心力，给你带来的那个向量，就不是在向内求也不是在求圆满，而是在向上求更新。而这个最终，假如说落实到我们真实的在交易中，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你们意思如果落实到交易中很有意思。落实到交易中就是所谓的追求完美的入场如果是典型的就是中国这个体系里面所谓的接近天道的人，就是追求完美入场，完美的胜率，而且一旦赢了的话，就会产生一种极致的傲慢。这种傲慢是什么？我以悟道，我以悟天道像丁元英这样变成个小老头市场不过如此。如果亏了呢，就自责，就无限自责就是我对不起家庭，我对不起孩子，我对不起自己，我不够自律，我不够合一就是陷入一种二极管状态。你事实上你要知道，你永远是不可能达到那个圆满的状态，一定有问题。而这个就会产生了前面的，就会产生你先去追求合一追求自己知识跟行动的合一，然后最后去追求固化慢慢开始思维固化，你发现自己开始不停的盈利，总是盈利之后，你开始产生了傲慢。越来越傲慢之后，你的行动就开始变形。傲慢之后一定伴随着变形因为你觉得市场不过如此，你开始不敬畏市场，然后这个时候你开始失控，你开始仓位越来越偏向于远离你原来的体系，越来越远离于我之前跟你说的整个这个公式本身长期的这种胜率本身整个的这个胜率乘以它的盈亏比，减去失败率乘以你的平均亏损，整个这个括号要打成正的，你就不再尊重这个道理，你开始相信自己新的理论，新的去控制，然后觉得自己不过如此觉得市场不过如此，我完全能搞定，我已经是道本身，最后知行彻底背离。这个时候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就是你的交易的秋天很短，你的冬天会很快到来，冬天会很快到来，所以你会看见很多的人，就是交易可能到了一定的层面，他们很难像这个巴菲特跟就是这个芒格一样，能够做到90多岁，能做到100岁所以其实像李嘉诚这种做到这种层面的是很少的，很少的，所以李嘉诚非常的了不起。李嘉诚自己你会发现，他自己非常的受中国道家的影响，他不会受儒家的影响他非常喜欢看《道德经》因为《道德经》的一些相应的内容非常贴近于西方的传统，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真的可以把《道德经》多看一看，但是千万不要产生一种我就是天道的这种所谓的傲慢。如果产生这种傲慢的时候，就离失败不远了。不要去追求自己体系的完全的完美不要在交易之前想着这个因为自己的整个交易体系完备了因为如果说你在我这边学习到一套完整的这个理论系，尤其是内参的朋友们，你们学到了整个你把各种敞口全部封闭之后，你会产生一种概率上的傲慢很有可能你会产生一种体系上的俯视跟概率上的傲慢，你会认为
不过如此，市场不过如此，我已经把所有的风险都考虑到了。但是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没有对市场的基本的敬畏的话，你事先产生了一种傲慢的心态去做交易的话，你很有可能最后你的行动慢慢就在你意识不到的地方会产生变形，就会产生变形。而那种像巴菲特、芒格这种活到一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始终恪守着自己原来一套交易体系，始终恪守着原来这种括号类的胜率，保持不变的这种人，几十年如一日啊，苦行僧式的这种状态。啊，事实上他们活得一直很有滋味，一直不是。你可以看到芒格跟巴菲特，他们两个人一直到老年生前的最后一年，他们的这种对公开信啊，对大家的讲话，一直还像个孩子一样的天真。啊，这种像孩子一样的天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说明他们生命力保存的非常好。啊，这是一种就是一直求更新、一直向上的状态才能养出来的人，才能养出来的人。而如果说你一开始，你在这种向上求和求更新的这种状态下，你养育出来，和在这样的体系里面你所产生的一种交易心态或者怎样的，你在每次交易之前，你都会默念，你都会默认，我虽然现在已经考虑到了所有的风险敞口，我已经把这个交易体系尽量限于完善，但我知道我这次交易一定会有不完美的地方，在我意识不到的地方。你每次在交易之前，你都要默念。虽然我这次交易体系，我一开始就已经在结构上做到了尽量圆满、尽量完整，但是我知道我这次交易一定会产生不完美的地方，因为人不可能完美，也没有真正彻底完美的体系，一定会出现很多意外之外的、意料之外的情况。你要有这样的敬畏，始终在开单之前、做交易之前要有这样的心态。而我要保有这样的敬畏，在交易之中始终抱着我敬畏的心态，要完善我原有的体系，使我的原来的体系变得更完整，把风险敞口啊封闭的更好，让利润奔跑的更好，让我的赔率，也就是说让我的盈亏比变得更好，优先优化我的盈亏比，以及在前面之外啊，我们去优先把我们这个 N 做足。在优先把我们的这个 N 执行次数做足之外，然后把我们的整个盈亏比做足，盈亏比做足之外，再把我们的整个的胜率做足，就是始终坚信我在这次交易中，我仍然一定有可以成长的地方，一定会有。而错了呢，而每次之前一旦认错了，就马上止损，而这个止损往往我会让大家完全的止损都是自动的，自动运行，不是靠你手动，因为你手动当时那一刻你肯定来不及，你的心态的波动太大了，人对损失的那种天生的厌恶会让你当时没有办法下这个决策，所以一开始就要设好止损，所以这个一定要有充分的认错一旦认识到错了，马上就纠正而且损失必须一开始就设置好。而大的体系如果认为出错了，那就马上立即修正，所以你的知行永远是可以修复的。首先，你认为你的知识形态、你的知识结构始终可以更新；其次，在知识结构始终可以更新的前提下，始终认为自己的行动可以贴合的更好，而一定不要有我悟到了，或者是一定要不要，或者也不必刻意追求什么所谓的那些什么我心态始终平静或者始终你完全可以用一种更好玩、更有意思、更童趣更微微高兴的状态去开单交易，不必要一定要追求什么平静，你可以保有孩子似的天真，你可以保有足够的生命力，你可以不必像一个小老头、小老太太一样活完自己的一生，你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让自己活得更透明、更开放一点，让自己追求更多的可能性一点，而不要去不停的用负反馈循环，不停的用一个大剪刀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咔嚓咔嚓咔嚓，然后再咔嚓咔嚓别人如果进入了家庭阶段之后，再咔嚓咔嚓自己的伴侣，双方自己互相咔嚓咔嚓，最后都咔嚓死了，然后咔嚓自己彼此还不够，还要咔嚓孩子，下一代继续变得更乖，那就完了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不如一代。相反，你可以，我一点没有说特朗普就对的意思，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80岁的这种生命力，你们在儒家体系，我就不说中国你们看日本跟韩国有吗？就整个东亚儒家体系所诞生出来的老头有这样的老头吗？特朗普这样的老头你们见都没见过但是你们如果在你们去美国的话，你们多去教会转转，你们可以看见大量的老头老太太都是这样的状态，那绝对不是特朗普一个人。天呐，那个美国的那种老头70、80岁可以干什么事儿？天天上9天补上，可以说一群人经常可以约着上那个直升飞机上去打野猪，这样的例子在美国比比皆是。70、80岁的人
或者是到了七八十岁，忽然就想了我要读一个学位。事实上我就是在美国受的影响，我是觉得我的理想就是我在中国的退休日子所谓65岁之后，我是想读一个海洋生物学博士我把着我的学位在这个海洋生物学上读满虽然我的那个大学阶段我是学的那个化学与这个制药阶段，化学与制药以及生物工程但是我始终特别喜欢海洋动物，尤其我特别喜欢虎鲸所以我特别喜欢就是如果我有空可以休一个长假的话，我特别希望跟着科考船去海外看一看野生状态下的虎鲸，这是我特别喜欢的所以真的到了我这个退休阶段的话，我是会修一个海洋生物学的一个学位，到时候我真的可以跟着科考船没事去海外转转。这样的心态，当我在以前在国内成长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的。我就是因为见了大量的老头老太太在这读学位，事实上你从中国的功利学的角度，你会觉得你们在干嘛？就是中国的这种很多人是非常功利的，读学位是为了找工作然后或者是为了所谓的什么给自己镀金，他完全不是因为知识本身，不是为了更新知识本身。但是在西方的文明传统里面，知识更新本身就是人类的追求，重要的追求，而且是一大部分，这个本身就足够了。它它不是手段，它就是目的本身。但是中国大量的人把读学位当做了手段，而不是目的。把渴求知识当做追求什么什么钱呀、什么感情呀、追求奇怪的社会地位啊，把他所有的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都当做了手段，而没有当做目的，所以使得中国人活得大量的状态中，就是你没有办法在过程中获得任何的满足感，而事实上真的达到了目的的那一瞬间，你也快速的会对过去的一切产生否定，会产生虚空，会产生虚妄，你会在想我在干什么。所以很多人经常产生的一种困惑就是，人生有两种痛苦，第一就是我没有得到，第二就是所谓的我得到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痛苦？就是因为你没有把你做的事情本身当做目的。而我希望我的朋友们，就是跟着我的粉丝们，能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能有一个持续更新自己的心态，不要把你自己这个交易体系最后赚了多少钱，把那个当做你的目的。我更希望你们是享受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在交易之前，我就想着，哇，我这一次如果能把我这个交易体系完整的更好，或者是我已经这个交易体系已经非常完备了，然后我想执行的更好，执行的更完美，在择时上选择的更好，或者在风险敞口上封闭的更好，或者在盈亏比上优化的更好，或者在胜率上做的更好。就是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更加深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因为交易是对这个世界直接的碰撞与博弈。意味着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对这个世界的判断要进入真实的下注博弈了，这是与这个世界真实的碰撞。而我下了这一注与这个世界真实的碰撞，我希望得到一个真实的反馈，从而让我更深切的认识到这个世界本身。我希望的是大家进入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你们把这个过程，所有的这个过程当做目的本身，你这样就不会产生虚妄感，不会产生虚无感。也不会产生一种真正的达到了一定赚了一个大的一个基数哪怕就是第一天到了一个 A8 A9级别，你就一下觉得自己悟道了觉得自己就是所谓的成为丁元英那样的人物了，觉得自己变成一个小老头就是最好的感受了所谓的什么什么那个吃了一顿早饭然后没给钱然后对方追过来，然后自己说不用了或就所谓这样的境界，就是一种更高的境界。我觉得我看着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这种文化体系追求的是这样的人。他不知道是这种人的终点是什么样子。你可以看到丁元英这种人，连爱都不敢爱，他有一种所谓的一种更高明的更天道的状态，把自己的所有的爱恨情仇给封装住了，让自己所谓变成了道的化身。这是一种怎样的傲慢？你事实上就是让自己快速的进入一种小老头的状态。这种人过得一定不性感，这种人一定过得很没劲。就是他如果再过个10年，丁元英这种，他应该在剧中应该是四十来岁，他再过个10年50来岁，基本上就是他与这个世界已经绝缘了，他就在一个小城里面，自己就在一个屋里面听音响就好了。这就是所谓的老头的一生，就是没有跟这个世界产生任何的碰撞，就了此一生，就活得真是太没意思了。人当然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我不否定这样的状态，有很多人可以那样去选，但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可以有另外的可能，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不是单纯的为了养家糊口，不是单纯的为了
让自己的爸妈为自己骄傲不是单纯的为了满足谁谁谁对你的期望，而是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都享受到，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有更新，你就已经很快乐了。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就是值得大家去追求的。把你们的手段论全部抛弃，把你们的目的论全部抛弃，把你们的所有的过程的每一个极点，把你们中间积分的每一个过程当做目的本身。这个是当然我是确实是带着这个基督教的色彩来去给大家聊这个，但我并不是想大家向大家传教什么，我没有这个想法。但是因为我的信仰背景，我不自觉的会从这样的高度去给大家讲这样的内容。可能因为我的很多粉丝朋友，你们确实在中国的文化体系里面，你们很可能根本听不到这样的东西。我相信没有什么中国人会对你们讲这些事情，因为他们的文化体系也根本听不到这样的碰撞，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思考。我觉得我至少可以给你们一个，可以说是非常主观的，完全不客观，非常主观的，非常带有我个人主观色彩的，但是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角给你们。就是所谓的我们享受过程本身，绝对不是大家现在小红书呀或者抖音呀，你们看到每天各种滑雪呀、各种搞飞机啊、上天入地啊、秀自己的生活呀、秀自己的照片呀，然后看到别人过得好精彩呀，这种都是本质上他们是看到了西方文明在这20-30年、这30-40年他们产生的文化高度。中国人有样学样，觉得那就是所谓的生命的精彩，然后学到了中国的小红书里面，学到了中国抖音里面，告诉你们，然后向全世界宣告我活得很精彩。但是他看不到这种思维里面更根本的本质是，整个文明的根基是因为向上涨，然后求更新，始终认为自己没有圆满，也不去追求圆满，始终在更新自己，享受当下每一个每一个过程的本身，享受当下每一个基点。就这个的过程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就是会发现很多人就强调，就是斯宾格勒的春夏秋冬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文明的体系知与行之间的关系象征变成一条正线曲线啊，从零轴开始向上走，然后再回到零轴，再向下走的话，知是这一条走，就是认知是这一条那个西塔曲线西塔曲线这样的一条先向上走，然后再向下走这样的一条曲线的话，那么你的行动啊，很有可能就是一个cosine 曲线啊，或者是其他的一条曲线，但是总之是跟它有一个错开的相位啊，要么就是跟它正好反向相位，正好反向相位。但是你会发现，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明里面，常常就是一旦知行合一，最后就合一，因为我们追求的就是那个知与行之间最后的那个总碰撞。追求的就是两者像两个波啊，两个波正好一个是波峰，一个是波谷。中国的文化追求波峰与波谷的彻底碰撞，但是碰撞之后完全合一，也就是中国所谓的彻底圆融、彻底合一的状态之后，那就是归于平静，就没了。因为我们知道波的干涉，一旦波峰彻底碰到波谷，完全两者正好一致的话，之后就没有波了，就是所谓的达到了一种小老头的平静啊，你已经没有生命力了。也就是所谓的达到道了啊，很多中国人确实习惯于享受这样的状态，我也不认为这样是错的啊，我只是给大家提供另一种可能。包括尤其很多人在遇到生命中的痛苦的时候，因为痛苦意味着是这个正弦曲线或者你的情绪曲线是一个高度向下的一条波长，而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让自己的知行所谓的达到一种圆融合一的状态，你的情绪没有波澜的话，对很多处于高度痛苦的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很多中国人啊，一旦所谓的在世俗中郁郁不得志，像苏轼很快就转向道家了啊，一旦被贬，他一被贬就开始转向道家啊，一被贬就开始发明东坡肘子啊，发明各种各样的好吃的菜啊，然后搞道家呀，修道呀，搞各种各样这样的事情，这个就是很多中国人的这种原始状态，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这也是一种中国的诗性的审美，这个很伟大，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它最终产生的一种效果呢？最终产生了一种效果，就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更乖的孩子和一代又一代更无趣的老头，这是它的根本，以及大量的在这个过程中根本享受不到快乐的人生中的每一个瞬间啊，尤其是当你最后真的拿到最后的 A9、A10、A11的级别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很多人都会有虚妄。我现在很多的以前的老朋友，17年或者甚至13年跟着我的老朋友，现在微信经常跟我聊，过年的时候他们跟我交流会更多，各种幻灭，你们想象不到的幻灭，很幻灭，就是觉得不值得，就是觉得不值得。为什么会觉得不值得？就是因为自己当年的每一个
过程其实都是那么的惊心动魄啊！当年每一个随着这个交易的走法的时候，自己当时都是那么的心惊肉跳，过程那么的艰辛，那么的情绪波动啊！最后好不容易历经了千辛万苦，得到了最终的结果啊！要么就是离婚了，要么就是老婆出轨了，要么就是孩子怎么样，要么就是他们那个谁跟我讲他孩子啊，我就不讲了，不讲了，因为你可能会听啊，我就不暴露隐私了，嗯。就是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让你产生幻灭。但我想说的是，其实你要享受的是过程啊，而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要求更新啊，向上求更新，不要去向内求圆满，不要去向上向内求圆满啊，始终会相信有更好的理论，始终相信有更好的人生追求啊，这个就是所谓的知识的向上求啊。当然，对于我自己而言，这意味着我的信仰要向彼岸去追求啊。然后就行动而言，就是所谓的我们要更贴近于我们的认知的结构，更认真的把我们的行动做好，同时产生更多新的反馈来修正我们的认知。那这个是我们的行动更好的一段，就是我们不仅不追求行动的圆满，而且我们追求我们行动的偏差。这个事实上也是，你看西方基督教文明产生的科学本质上也是如此，追求的是科学的可证伪性，从来不去追求什么的。牛顿从来不会说自己的理论就把一切全部包含在里面了，他始终会说，包括达尔文，你没看到他的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始终在说，如果有一种短时间内快速物种的变化，那证明我的理论是错误的啊。达尔文也会在里面写出他的证伪条件啊。所以为什么就是一旦出现了这个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如果你们去云南澄江，你们好好在那个云南澄江看一看这个地方，就是同一个化石岩层，在上一个化石岩层里面忽然出现了大量的三叶虫，大量出现了这种节肢类动物。真的就是大爆发，非常的直观啊，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对达尔文的一个很大的达尔文理论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西方的理论体系从来不说自己能包含一切，他总是会把证伪的条件也告诉你，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停的去追求这个理论更加的完备，从牛顿体系能追求宏观低速啊，到爱因斯坦体系可以搞到这个宏观高速啊，再到这个量子力学可以到微观。啊，就是理论是一步步精进，永远没有头。而在这个过程，我们在每个能解释的这个条件和这个认知结构里面，我们都把它解释到最好，解释到最精确。这就是整个这个体系。我会发现，因为求更新，因为向上求，所以始终能产生新的因素，始终能产生新的盼望。人始终有一种未来的盼头，未来比现在更好，未来的科技比现在更发达啊，未来人的道德也不见得比现在更堕落。你看西方左派走了那么多年啊，还能出现特朗普这样的人拨乱反正啊，所以就是重新去高举传统价值，重新高举保守主义价值，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也是西方的一种自己的一种文明的一种自救跟摆荡啊。事实上，你如果继续照着左派那种 LGBT 继续走下去啊，最后就变成人兽交。啊，最后就变成人机器啊，就是没完没了，各种100来种性别，就是没完没了，到那种就真的就是毁灭，就是以这个线性、以肉眼不可见的指数爆炸的速度快速进入毁灭了。那现在就是一种很强大的一种拨乱反正，这就是一种他自我的更新，一种自我的更新。但是你知道左派的思想天生也是一种所谓的认为自己的体系是完备的，因为人就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包括我之前专门写过，就是左派的这种经济学啊，人类的文明体系能多大程度上抵制左派的经济哲学，就能多大程度上达到一个更高的天花板。所以我之前举了这个瑞士的例子，举了这个瑞士跟荷兰的对比，瑞士包括那个阿根廷跟智利的对比。就是你们完全无法理解的，就是瑞士为什么拿到今天的高度？你们很多人，尤其在中国的文化体里面，很多人认为善良是种弱点。你们知道吗？就是很多的，就是中国的家长甚至会教育孩子不要那么善良，这是真的是匪夷所思。在各大文明体系里面，这样教育的是很少见的。但是在中国文明体系里面，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儿？我爸妈倒没有这么离谱，我爸妈至多从小告诉我要相应的做一些那个人性上基础的一些预防跟防备，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不会告诉我说善良是种弱点，不要那么善良这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专门做了这个关于抑郁症的心理咨询的义工，我当时帮助过大量的抑郁症患者，
我听到了非常非常多奇奇怪怪的教育方法，真的是大大拓展了我对这种中国文化的这种家庭内部很隐秘的教育的认知。很多人受的这个家庭的教育就是告诉他，你甚至要坏一点啊，甚至就是从小教育他怎么占便宜，真的会有这样的教育，它很离谱。就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我希望给大家产生的一种新的视角是，你们可以看到瑞士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我可以用一种更奇怪的视角告诉你们，就是一个人如果真的善良，如果真的遵守诚信到了极致，他才能走到今天瑞士的这一步。你们可能不知道有一个历史上的有一个东西叫瑞士卫队。你们如果今天去那个意大利旅游，我建议你们强烈推荐你们去罗马，去梵蒂冈里面去看一看。你们会发现教皇的卫队啊，穿着那个衣服非常的奇怪啊，那个衣服据说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啊，其实不是啊，就是一种蓝跟黄橙黄条纹啊树的条纹穿在身上，是一种像小丑一样的服饰。事实上，那个就是中世纪的军队的服装。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教皇的卫队，教皇只招瑞士人作为自己的卫队。你看教皇，西方的这个天主教的教皇也是，我是基督教的，但是跟天主教不太一样。但是教皇的卫队，天主教这1000多年来，他从来只招瑞士人作为自己的贴身护卫，他不招其他人。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你从中也可以看到瑞士为什么可以达到今天的这种文明高度，它的这个人均可以达到人类最富的阶段，就是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瑞士就是整个欧洲，你可以称它为最傻、最善良的一帮人，傻到愚蠢。我可以说，瑞士人就是一帮傻到愚蠢的傻子。他们可以愚蠢到什么程度？就是他们当时作为雇佣军被整个欧洲雇佣，因为他们是山地高山族，他们天天在山上待着，他们战斗力很强。但是由于他们是山民，所以他们极致的淳朴，他们又在信仰上非常的渴求，所以他们在基督教信仰的这种熏陶下，变得人人信仰上极致的追求。每个人都是怎么说呢？每天就是除了读经祷告，要么就是帮助邻里，天天处于这样的一种世外桃源这种状态。所以他们形成了一种雇佣军，然后被这个欧洲的各个国家雇佣的时候，他们产生一种信条，就是不论发生什么，如果你拿钱雇佣了我，我会用生命来报答这份雇佣。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可能都是司空见惯，很多人会听到这种都听腻了。但是我跟你讲，瑞士人说到做到，而且历史上这样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说法国国王，举个例子啊，你们知道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法国国王那个当时因为那个法国的市民暴动啊，巴士底狱暴动，然后出现了大量的人把这个法国的这个王庭给包围啊，当时的这个路易16马上就要被砍头了，但是由于他这个怎么说呢，非常的爱民如子吧，也不能说爱民如子，至少说他对人民有怜悯，对人民有怜悯。虽然他做的事儿很多确实不太好啊，确实有问题，但至少他在最后一步，看到暴民即将冲进自己的王宫的时候，他对这些瑞士卫队下的最后一道命令是说，哦，不要伤害他们，不要伤害他们。你们知道这道命令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因为外面的暴民就是要冲着把他们全部干掉来的，而他的这个瑞士卫队可能就是上百来号人，可能就200来人。由于他下的命令是不准伤害他们，所以这帮瑞士卫队真的就站在这儿让这些市民砍，一动不动。事实上，我跟你们讲，瑞士人的战斗力爆棚，瑞士人的战斗力每个人都可以说是武林高手，一个人打10个、打100个都不在话下，全都是特种部队级别的。但是在这群暴民拿着砍刀、拿着枪进来的这种关键，因为他们的主君下了这一套命令，他们就能因为他们的契约，他们就站在这让你砍。最后这200多个卫队一个不剩，全部被砍死了。这就是瑞士人。同理，教皇当年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儿，也是外面当时意大利的某个王国，我忘记是什么王国了，好像是什么萨什么那不勒斯王国还是什么，具体忘记了啊，也是攻入了这个罗马，然后开始准备要那个把这个教皇给掳去，也是啊，别的这个卫队早就跑了，就瑞士卫队死死的守住，绝对不退，教皇让他在这待着，他绝对不后退一步，就是他们能淳朴到了这个地步啊，就是他如果下了命令不让他还手，他明明有这么强大的力量，他就能让你把我们所有人活活砍死。因为他们的信用跟他们的善良达到了这样的级别，
所以使得他们所产生的社会结构能够兜住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财富。你们明白吗？所以欧洲人跟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商人，哪怕犹太人这么斤斤计较、最小气的民族，在他们死后啊，在他们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的钱最后想来想去，不知道托付给谁的时候，他们就会把钱存在瑞士。瑞士银行的信誉就是从这样从中古时代建构起来的。而这样的事情是中国人中国的体系里面想象不到，中国人认为善良是吃亏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如果是诚信，就会被别人欺负死；中国人认为讲信用就会被别人占便宜，所以很多的家长教育孩子不要这样做。中国人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穿透性的视角，是瑞士人站在他那一代也是吃亏的，被人活活砍死了，但是他们的视角非常的长远，这种就只能是在一种属灵的跟信仰的视角才能有这么长远的一种视角。就是他们很多做事也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而且他们也不认为死亡就是终点，这个也很关键。信仰给了这个基督教和整个西方文明的人一种观点，就是死亡只是中间的一站，死亡只是中间的出发点，后面死后要做的事儿多着去呢，所以一点不会因为自己头发上长了几根白发就焦虑，一点不会，一点不会因为自己面容出现了衰老而不会，只会因为自己更贴近、更靠近那一刻而开心。这个也是一种很奇怪的一种现象，就是越老越开心因为这个信仰体系带给你的是越老越觉得自己接近于到天上的另一个阶段去做另外的一些事情这个就很有意思。这种文明体系给人带来的就是随着时间越衰老，自己的心态越好，所以才能诞生像特朗普这样可爱的小老头。我们不说他做的事儿是不是夸张，是不是离谱，但至少确实他是一个极其有生命力的小老头这种文明体系，你们再去美国的话，尤其你们如果去这种这个圣经地带，去他们这个教会里面，你们看这样的老头会非常非常的多，很有意思天天一堆人像一群傻子一样在这儿上直升飞机上打野猪，要么去海里面去捞鳖，要么去搞各种各样奇怪的事儿。小孩干什么他们干什么，天天就这样活着，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然后快要死了前最后一年还在读博士学位，还在那刷论文这就是他们的人生，很有意思。所以就是真的就是活在每一个过程中间，活在每一个瞬间，而不是活在那个终点。你要是活在那个终点，那真的就是你生命中就只有痛苦，两种痛苦。第一种痛苦就是我没有达到我的目的，第二种痛苦就是我达到目的了，剩下的只有虚无。因为那一刻只能享有差不多12小时，会很开心12小时之后就只剩虚无不管是好车还是好房子，还是好的家庭还是什么，得到的那一刻12小时之后没有任何感觉。所以这是完全两种体系。我这是从知行的角度展开的，在这种角度里面，你会发现他们的知行永远不是合一的，要么就是知走到了行的前面，要么就是行走了知的前面。所以你会发现西方文明里面经常处于夏秋之间来回交替，但是很难进入冬天。比如说我现在下一个预判，你们看见英国现在已经进入彻底堕落的阶段了英国现在就处于一个毫无疑问就是从秋天走向冬天的一个过程已经非常堕落。但是我从历史上我可以看到，其实英国历史上比今天更堕落、更没盼望的日子还很多，还很多。但是只要英国它的国教还在，只要英国的始终还有一个阶层的人高度的保有他自己的原来的保守主义的信仰，英国还能从现在的阶段重新回来。我这下一个几十年的预判有可能到我们老年才能见到，因为这个的周期是非常长的，文化的周期是最长的周期。因为这个因为我可以看到的就是整个英美的，尤其昂萨的体系，不管是尤其是英国、德国、荷兰、美国，这都属于昂萨体系。昂萨体系天生的就是在夏跟秋之间交替上非常有一套，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知行永远不追求合一，不追求最后的圆满，不追求所有的知识上的完备。他们始终尤其是英美体系，因为大陆体系，你们知道这个欧洲的哲学有两种体系，一种是欧陆哲学，一种是英美海洋哲学，包括法系也是一样，一种是大陆法系，一种是海洋法系。大陆法系追求的是提前我搞一套完备的理论，最后用这套法律来宣判所有的人。但是海洋法系不是，海洋法系是判例法不停的产生新的判例来修正自己的论点，从来不认为现在的判例就是完全正确。而是永远认为未来可能有新的事情发生，新的因素发生，而那个时候就要有新的判例来去判决，然后所有人再根据这个新的判例来解决未来的事情。所以它是一个始终生长的体系，始终在生长，永远在生长。
所以就是英国，你看到今天堕落到这个地步，是现在已经接近冬天的状态，但是我相信再过个几十年，英国会忽然又进入一种高度保守主义的状态，啊，这个一定会发生。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我做一个常年的预判，这个正好放在这里，这个也是一个录音啊。隔了很多年之后，我要回来找，但愿我这个推不会被删掉啊。隔了几十年之后，我老了之后，我要回来找这个战争期间我发的推，回来我听听这段啊，看一看当时的，到时候英国有没有再重回保守主义啊？就是由于这个海洋法系有这么一个特点，所以它会始终人生有盼望，始终人生有新的价值，始终人生有新的追求。所以，要么就是他的知比行多了一点，要么就是他的行比知多了一点，要么就是他的知识随着新的判例法产生，或者随着新的一个人、新的一个爱因斯坦或者一个新的量子力学解释了更深刻的一些物理学的道理，所以他的知更新了，然后他的行在后面开始跟上。要么就是他行走到前面，就是他每个人瞎碰、瞎撞、瞎行动，像小孩一样乱动布朗运动，最后忽然碰出一个神奇的结果，然后他开始研究这个结果，最后从这个结果得到了新的知识。所以永远没有完备那一天，他们在享受每一个过程。我不说这套理论一定很好，这个绝对不是，我也不认为中国的体系就坏，这个也绝对不是。但是我希望的是，我能给大家一个全新的视角，就是让你们看到，就是所谓的你们就是看到西方各种挑战做这个极限运动呀，或者看他们各种晒各种稀奇古怪的生命中的有趣的状态，不是看那个表面，然后从小红书里面学去，我也去每天拍一张我的神奇的有趣的生活经验。你们要知道这个生活的体验，它更深层次的精神动力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始终不认为自己会处于一个完备的状态，也不去追求目的论，不去为了那个最终的目的奉献一切，目的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为了父母，为了别人，为了世界，为了平天下，不管多么崇高的理论都不应该。你的每个当下都值得尊重，每个当下都是上帝赐的，每个当下也是你自己人生中独一无二的一次，你应该去珍惜它。而这当下不应该把它当做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它本身就是知行之间来回修正，来回形成复调，不是你上就是我上，不是你下就是我下，来回交替往复，始终彼此循环，始终圆舞曲，恰恰舞来回转，然后从而使自己的春夏季节大大的延长。80、90岁还像个生龙活虎的川普这样的状态而不是变成一个老年丁元英。丁元英40岁已经活成80岁了，然后活成了一个所谓的一个高到不可言说的天道，然后让很多的中国人天哪，这个高道太高了，我要去追求那个。你真的追求到那个麻烦了，你会发现你身边所有的爱人、亲人都会远离你，根本不近人情，因为你的情绪对他们没有波动，因为他追求的就是没有任何波动。没有波动就意味着没有反馈，没有反馈就意味着死亡。因为爱人给你的拥抱，你没有任何反馈，你说我的情感里面平静无波孩子对你嗷嗷待哺，跟你亲近，跟你贴脸，你没有任何感情，你说随便吧我心里面没有任何波动，你活着还有个什么劲？就为了贴近所谓的天道吗？所以我一点不否认中国道的这个美学在包括这个《道德经》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我只是在批判一种把负反馈循环当做完整性、当做完备性的一套文化体系，把大家规训成乖孩子，把大家规训成懂事的老头，把大家规训成牛马。我在否认这一套。至于这个是董仲舒干的，还是桑弘羊干的，还是谁在后面给儒家加了什么，还是陆九渊、王阳明干的，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只把这个负反馈，不要把修正成完美本身变成你们的人生的追求，也不要把那个目的论本身当成你们人生的追求，不要把自己活成西西弗斯呀，天天推着巨石，然后又滚下来，推再滚，再推再滚，没完没了。所以回到你们交易中，不要认为你们掌握了一套方法体系之后就高枕无忧了，要始终保有对市场的敬畏，要始终保有，不要有一种所谓的我就是道的傲慢，不要有一种我就是天下无敌的傲慢，要有一种我今天说不定能在交易中得到新的崭新的碰撞，而这个反馈对我来说独一无二的，我要享受这个过程。今天的这个反应，这一单不是会，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拿到了结果，要么就是让我学到了新的知识，所以我都是赚的。
因为如果亏了，意味着一定我的认知体系里面有局限，我可以更新新的知识如果赚了，那就是更好，我拿到了结果。所以就是你只要行动，你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拿到了结果，拿到了盈利，要么就是我的认知又更新了，就是每天都很快乐，每天都很快乐。在这个前提上，我们要努力的保证我们整个的交易体系保持在括号内，绝对不是说因为我们要享受生活本身，享受行动本身，我们就失去了理性，这个也很重要。你会发现昂萨体系，尤其是像德国呀、英国呀，保持着在这种高度行动力跟认知的这种更新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理性，用理性来规训所有的一切，而不是盲动，而不是乱动。因为也有很多的你们如果喜欢读人类学的书籍的话，你们可以读那个《忧郁的丛林》吧，我记得应该是我十几年前读的，包括还有那个专门讲的是这个亚马逊丛林中的一些人类部落还有一些是讲的是那个太平洋诸岛中一些人类部落，他们有一些也满足刚才我说的条件呀，也满足我刚才说的条件，就是所谓的始终认知与这个行动之间始终保持一个新的更新，但是他们陷入了一种盲动，他们没有理性来规训。他们陷入一种盲动不是今天忽然拜了一个新的神佛，要么就是第二天就搞出一些新的事情在海里面炸了一个新的鱼，要么用独木舟去了一个新的岛，但是这些始终没有形成一种完备的、逻辑严密的、可以积累的复利的体系，这个也很重要。西方的科学始终建立在可以层层生长的一个理论体系里面，它有一个科学的评价团，这个评价团始终可以决定很多杂质的影响因子通过影响因子来决定各种信息源的权重，把这些权重来回分布，然后在这个权重体系下互相评价彼此，同行评价来评价新的这个理论体系是不是靠谱，从而让接下来的知识始终嵌套在上一层的理论体系里面，一直的向下生长。但是中国古代很多的工匠，你会发现，比如说你们如果搞收藏的话，知道中国这个陶器、瓷器，那个汝窑比如说汝窑、哥窑定窑、钧窑、瓷窑就是这些窑，它又有自己的这个烧制的一个工艺跟结构汝窑、哥定钧汝窑、哥定钧，所以就是汝官、哥定钧，所以就是这几个窑，你会发现到今天所有的工艺全部失传了，尤其是汝窑天青色的汝窑。这在中国的这个工艺品上是绝版的这个孤品，这是真的是，如果你们去博物馆的话，可以好好看看那个颜色，可能是现在用电脑都很难还原，你们在现场去看那个汝窑的那种色泽，真的是，而且拍卖也都是天价不愧就是宋徽宗他们那个年代，因为宋朝的审美肯定是中国历史审美的最高峰，他们那时候搞出来的汝窑，包括官窑汝官哥定钧这几个窑，他们这个瓷器窑洞坑洞全部都失传了。全部都失传了，因为中国这个不只是工艺失传，而且理论体系也失传，就是没有这么一个同行评价体系，从古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每个王朝中间更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口都清零了，少数的几个世家留下来，可能就有一个孔家、一个钱家，少数的几家也形不成气候，形不成气候。但是如果你们去翻这个剑桥大学的这个论文集牛顿大学的论文集，或者今天的很多论文集，你可以上溯到层层互相引用，一直引用到上古的文献，这个太神奇了。就是科学的文献，如果有一些很基础性的研究的话尤其像量子力学早期的一些最早期像狄拉克那个时代搞出的基础性的研究的话，你可以看他们早期引用，可以引用到上古的文献，特别离谱。就包括现在就是美国或者英国，如果他们引用这个新的判例法到这个往上追溯的话，甚至更远的话，直接就是引述到这个最上面的这个 Great Chart 大宪章，直接引述的大宪章，那这跨度是多少年了？上千年了，就是跨度上千年的引用，而这个引用不是说像中国引用个诗词那样的引用，而是它真的有法律效力的引用，是有法律效力的引用，而不是所谓的就是那个像中国这样引用个诗词辛弃疾哪句诗，或者是谁谁说过陆九渊说过，或者谁谁不是这么个引用法，而是它真的有法律效力的引用，就类似于我们在论文中这样的引用是一样的效力，这样它才是一个可延续、可生长、理性能建构起来的大厦，复利的大厦。所以就是知与行之间反复的互相之间复利的嵌套，形成一种华尔兹的体系，一会儿你高，一会儿我高，互相之间彼此滋补的状态。前提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在理性的框架下，保持在理性的框架下，始终保持着复利的生长。而这个前提就是我前面交易里面就是所谓的前面的
胜率乘以你的盈亏比减去你的平均减去你的平均亏损乘以你的失败率，整个这个括号的 n 次方就是你最终得到的这个结果的倍数。就是一定要保持前面这个括号内，你要知道你的那个努力方向是前面这个括号内要尽量打正，而不是盲动，而不是我为了体验就是瞎动。你一定是优化了个什么事儿啊？要么是优化你的胜率，要么是优化赔率啊。但是这里面是有比例感的，我们优先优化我们的 n 啊，把我们的 n，但是前提这个 n 是指有这个复盘的、有真实认知迭代的 n，而不是瞎动的 n。啊，在这个 n 执行次数确保的情况下，然后我们慢慢就可以探索出来啊中间的这个，包括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大大的拓展，学习一个有价值的内容，学习一套真正有价值可以封闭各种理论敞口风险敞口的一套理论体系，相当于这个 n 直接就加了1万甚至10万。相当于我把我的这个 n 直接嫁接到了你的这个 n 上，直接就你这个 n 从原来的0直接变成了10万甚至100万。所以这个 n 的最大的拓展就是通过学习，而前面的这个括号里面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在现有的这个 n 的情况下，也可能你嫁接在别人这个经验上，这个 n 现在已经是比如说是1万了，已经是1万了，1万的迭代次数总结出来的经验你学到了，之后呢，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去生长，想方设法去更新的迭代你的现在的盈亏比，迭代你现在的这个胜率，而盈亏比高于胜率，之前我讲过为什么。盈亏比要高于胜率，优先去想盈亏比能不能更拉大。如果盈亏比优化好的话，再去想胜率能不能拉大。同时再把这个整个的平均亏损想方设法给降到最低。这个这个才是在理性的结构下去做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夏秋之间形与知的结构之间反复的互相滋养，所以使得人交易体系长保青春，而人的结构，人也是到了70、80岁、80、90岁还始终保持着有足够的生命力，这都是跟你日常做的事情息息相关的。一个人如果你做的大量的事情，天天都是要么是你让别人变乖，要么是别人让你变乖，尤其是公务员体系。公务员体系为什么很多人哪怕是拼了命的考公上岸？我那个年代的人上大学，我们班的人没有一个人去考公的，我人人都当老板，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氛围啊。现在好像现在学生我听了，我现在招了员工跟我讲说，什么他同学很多都是什么都是几乎全部都是考公。我那个时代的人都不屑于考公啊，那无非就是没多少年呀，无非也就是7、8年前。但7、8年后已经是考公开始掐尖儿了，我觉得这很可悲，很可悲。你不知道考公意味着什么，你看到的只是稳定，你不知道这个稳定是买断你青春的毒药，是买断你青春的毒药。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只在从事一件事儿，就是你在公务员体系里面，要么就是你让别人变乖，要么就是别人让你变乖。这里面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要么你拿着剪刀去咔嚓别人，要么别人拿着剪刀咔嚓你。这种巨大的负反馈情况下，就一定就是你处于就是高度的中国文化所追求的那种状态，就是修身治国平天下，要么修自己，要么修天下。没事就觉得自己，你们知道这种公务员的这种状态就是谨小慎微，哪句话错了，哪句话甚至就是天天这个行文的文件哪个空格没空好，可能就担心半天啊，这太可怕了。就是要么就是觉得自己哪都不对啊，要么就是开始修正别人啊，要么就是把所有的自己看不顺眼的事儿搞得一团糟。这个我觉得是，我不否认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但是我想说的是，应该至少让我的朋友们，让我的粉丝们能看到有另一种可能，而另一种可能，你们很多人从小红书、从各种抖音上看到的，往往是一个表象，你们看不到里面的理是知行结构反复从夏天到秋天之间来回的彼此的循环，而不是像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很多人追求知行合一啊，一旦就是知行合一的本质后面是向内求圆满，向内求圆满本身，或者是所谓的追求丁元英式的天道式的那样一种所谓的高不可测的状态，本质上就是让自己快速的变成一个小老头。古井无波就是所谓他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看见人死了也古井无波啊，看见什么各种各样的事情没有任何的那个，就总有一套更高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我总要更高啊，或者是就是用一套完全的心里面的状态、心里面的调节技术来应对所有的一切，包括藏传佛教，包括印度教，包括很多很多的宗教都有这样的问题，包括伊斯兰教，就是这个的视角。
我可能我只在我那是在哪儿？我在 USC 跟一个朋友，那次在他那个校园团契，我跟一个童工，我可能只在那次我有稍微延展一下，但是没有延展到今天晚上这么多。嗯，全当做个记录吧，全当做个记录吧。然后一家之言啊，我的主观看法彻底主观。然后，但是我觉得一定有价值。为什么一定有价值？因为大部分人的，我就说一点，为什么有价值？因为我经历的碰撞特别的多，碰撞的多样性特别的多。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寻求碰撞的人，在我这个上学的时代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我开始做田野考察，就是虽然我是一个理科生啊，但是我特别喜欢跟着人文学院的，因为我在那个人类学的，我们大学那个人类学专业里面有好几个特别好的朋友，他们只要去做田野考察，我一定跟着他们一起去，因为我对这个事儿太喜欢了。所以后来我就不自觉的带着人类学考察的这种心态去碰撞各种各样的文明体系，尤其我重点关注的几个文明体系啊，日本的九州藩啊，日本你们如果对日本战国有了解，知道我为什么要去那个萨摩藩，就是日本的九州重点去看啊，包括日本的常州的当年的这个松下村塾这个地方啊，这些都是我重点关注的两个点，日本。然后德国的话，那就是那个柯尼斯堡那一片啊，德国包括就是古条顿骑士团的那一片精神传统啊，甚至跟纳粹还有点关系。英国的话呢就不用讲了，就是整个的这个基督教严格，还有整个的那个，尤其是詹威斯雷和那个摩拉维亚兄弟会这一支，以及日耳曼体系古老的这些体系，就是包括大西洋呀，包括他们这个很多的里面的内在的能让他们长保青春、长保强大富强的这些理论体系，都跟他们社区内部的人跟人之间的组织形式关系非常大。这种视角是在我上大学之后才具有的。我以前小的时候很爱读历史，但是我没有这种人类学的视角，这个是我在上大学之后才具有的。所以就是我经历的这种大规模的文化碰撞特别多。其次就是我在交易里面的迭代次数又特别的多。交易我事实上跟大家讲了，是真实的下注跟这个世界产生碰撞，那不是说你耍嘴的。你认为今天油价会涨，那就真实的要真金白银去做的，然后真实的给了你个盈利跟亏损。这个的迭代次数，我跟大家讲过，光我在大三那一年，一年做的这个交易次数就差不多接近10000次。就非常离谱，因为我每天上课几乎也是一边上着课一边在开单，每天看，我其实也不觉得应该有这么多，但后来整个的这个，我当时因为在这个，你们如果早期知道有那个早期交易所796，那个朱荣搞的那个早期的那个期货交易，那个就是上古了，13年14年才有，我没有在那个比特币中国做过，但是我在那个796朱荣那个平台做过很多。以及那个时候还有早期的，就是那个场外撮合的一些那个交易软件，以及还有那个时候还有几个现在已经关门倒闭的交易所就是最后就是整个总结是，尤其是那个 Bitsmap 啊，你们很多现代人可能小孩都不知道了，这些老早的这些古期交易所，最后总结出来，我整个一年的交易次数，我整个年底总结出来10000多次，就是当然那个也就得是整个大学期间啊，整个人闲的没事干才能处于那么大的一个交易量。然后至少后面没有10000次，但是至少一年几千次肯定也是有的，两三千次肯定是有的，每年保持这样的状态。等到了17年之后，我交易的数量就开始大幅度的下降了，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的交易体系随着我场外指数体系的开发已经趋于完善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交易量就大幅度的降低，就是交易的次数大幅度降低，但是始终保持着每次交易我始终都会去迭代，所以这种我相信我的这种认知，就是跟世界真实碰撞产生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定是带有我强烈的主观性，一定是带有极度的不客观性，一定也带有非常强的独特性啊，所以能够给你们一个足够独特的视角，所以你们大家就全当听个睡前的乐子吧啊！如果你们以后人生中感觉到有一些不愉快，感觉到人生很没意思，感觉到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愁绪始终萦绕在你的头上，然后你又看到有一些人为什么活得那么开心的时候，也许你会想起来我今天的这场 space 那你可以回来听一听这个根本的根儿在哪儿。很有可能你活成了某种层面的，就是我们这个文化体系里面所悄然的在你潜意识里面种下的目的论为一切的这种想法。目的论为一切的这种想法，是与我们的这种向内求以及求圆满的这种文化的本性是关联度极大的，关联度极大的，所以就使得我们的人生只为了那一刻活着，就是满足了那一刻活着，那12小时活着，那12小时前面的20年跟那12小时之后的20年，全部都是高度的内耗、高度的悲惨、高度的卷。
像张雪峰这样，我觉得对所有人都是一个警醒。人生中的每一刻，我觉得他活的都最后以这样的结果就草草的收尾了。我觉得给每个人都是一个警钟啊，我觉得给每个人是一个警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到底为了什么。如果你现在正在熬夜去卷个什么事情，拼了命的为了一个，我不管这个东西是你的家人、你的孩子还是你的爸妈，我的粉丝们，我只关注你，我只关注你，我不关注你的其他什么人，我只关注你，就是你自己能不能把你自己弄好了。你能不能把你自己当做目的本身呀？能不能把你生命中的每一个过程当做目的？不要去活在别人的盼望里，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也不要活在一个圆满的宏大目标里面。不管这个宏大目标是所谓的治国平天下，还是 A8A9，都不重要。你应该在每一个当下去想着，我应该怎么在我接下来的这个交易中，或者我接下来的某个创业的行动中，我第一更新我的认知，第二让我的执行变得更贴近于我的认知，或者让我的执行中产生更有意思的新的结果。第三，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一定要想方设法找点乐子，绝对不要苦哈哈的就这么把这个事儿一天一天的过下去。我一定要想方设法在这中间找点乐子，而且我今天一定要有一点新的元素，绝对不要用一种负反馈循环，每天把自己咔嚓没了，各种新的可能性咔嚓没了。我今天要不要吃一顿新的饭？我今天要不要看一些新的什么什么什么书或者新的什么内容？啊，我今天要不要甚至走一条新的路线？我看一点新的风景。我今天不要从原来路线回家，我走一条新路回家。我看一看有什么。我以前从来没从那边拐弯抹角回过家。我看看那边到底有什么，有什么新的店。那个店为什么排队排这么久？我就看一看，跟老板聊两句，为什么你这么牛？你为什么做生意这么猛？夸他两句啊，聊两句，产生新的互相的正反馈，产生新的互动。每天有这种新的因素在这里面，你的生活才有意思呀。30岁、40岁活得跟80一样，千万不要这样，不要活成目的论，不要为了那个最终的圆满状态，把自己的一生全部耗在里面，而是去向上求，求更新。所谓的圆满的道，你贴合了以后，得到了之后，就直接一切事情全部解决，你还能解决世界的一切，没有那样的事情，只有无限的逼近。我们每天逼近一点，就非常好了。所谓的日拱一卒，功不唐捐。但这样的东西只是现在的很多人讲讲口号行了，很难成为很多人真实的每天的达到超我上铭刻的动力。这个东西要在超我上铭刻，是需要有信仰的加持的。所以这个我也不想向大家讲更多信仰上的东西了，今天讲的也挺多的。但是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特朗普的自己的精神导师 Norman Peale 的讲章看一看他的讲道。在这个 YouTube 上还有很多的这个你们搜上，他有很多的书有非常多的内容，包括你们可以看到中国国内现在把这个Norman Peale 的很多的理论抛去了所有的信仰的那部分超我的层面给全去掉，留下了一个尾巴，然后把它包装成了叫什么秘密法则。好像前段时间有一个叫什么秘密法则，我快笑死了。我看那本书，就是说什么你要达成个什么事儿，然后你要向宇宙发愿，然后你的脑子因为向着宇宙发愿，你最终就会达成因为你的整个行动呀各方面就会向着那方向去生长正反馈。这个本质上是 Norman Peale 的一个快乐原则，还有他的这个生命态度的那几篇讲章他后来因为后来被美国的很多人修改了，把那个基督教的那个层面给去除了，然后留下了这个整个就是人文属性这个部分包装了以后，然后中国开始大行其道，各种人搞什么，国内搞什么什么咨询呀，做什么秘密法则呀，搞什么心理培养呀，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这个都是看到了表面，看不到这个根本这些根本其实就是始终嫁接在这个海洋判例法的这种日日新求更新向上求的这种状态里面，以及他从来不去追求知与行的完全合一，也不去追求那个完整的目的，也不认为未来有一个完美的节点，也不认为人会有一个完美的人所有的意义就是当下，当下每天更新一点就是最终完全的意义本身，人本身的每一刻就是目的这个就是今天的所有的一切祝大家睡个好觉，OK，好了。